嘉宾小李35岁，来自哈尔滨，是一名工人。女嘉宾小宋33岁，同样来自哈尔滨，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有请啊。欢迎两位哈。结婚几年？2年了。有孩子吗？没有。还没娃呢哈，打算要娃吗？不打算，我们准备做丁克。哇，是吗？嗯，是的。啊，这是谁提出来的做丁克呀？我们两个是相亲认识的。哦。然后就是见面的时候，我们俩就说了，都有这个想法。那至少说明在这个价值取向上面，两个人是一致的。结婚已经2年了，怎么就不想过了呢？就是一开始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是结婚以后发现生活中一些小事。他是神经特别大条，就是那种天下无贼的傻根儿那种人。不挺好吗？就是他一点自我防范意识都没有。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出门都是我天天提醒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说完了他不领情，还说我比较敏感。就是我俩经常因为这些小事吵架。就是最简单的，我俩就是比如说出门开车，那肯定就是包都放在后排座上，然后呢，那很正常，我就让他把车门锁上。那你说等红灯的时候，万一有个人过来开门把包拿走了怎么办？他就觉得我是多此一举。那你说用得着那样吗？总觉着怕有人去那个偷包抢东西。你较这针儿干嘛？你摁一下，它应该自动落锁就自动落锁了，较这针儿干嘛呀？每次都会在后边跟你吵啊，你这个必须得这样。然后在家里锁门也是，每次锁完门都下楼了，然后他会再告诉你，快去上去再看一遍，再检查一遍。那我不为了安全就是不放心吗？就也不麻烦什么事儿就我家楼层也不高，就2楼。那应该你去看呀。我要是他不在我自己出门的话，有的时候我会上楼去看。你是说每次你出门之后都会觉得门没关，然后返回去再看一遍吗？对，是的。哎呦我的妈呀！他这个对什么事情都非常紧张。你说大街上发个小广告，发个小传单的你说你就伸手接一下呗，又不影响你什么东西然后他都不让，他说那个发小传单的那个不行，就是发的那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再说经常看一些，有些迷药啊什么的，就是很多在大道上跟你推销什么东西，你看一眼可能就迷糊了，那把你的钱偷了呢？他因为不听我的都吃过亏，他也不听。啥事儿？就是我俩刚结婚的时候，那个出去度蜜月嘛，当时就觉得我俩都挺喜欢海的，因为在东北嘛，然后我俩就去三亚了。去三亚到那块儿，结果把卡呀、钱呐什么的全都丢了，我俩在那差点回不来。你还说呢？你说上三亚住个宾馆，你说住在宾馆里边，那个锁上门就可以了呗？锁上门要用那个床头柜挡着门，然后外边还得放个凳子，怕进来人。有那么多坏人吗？你出去玩，楼下就是海水浴场，你下去玩就可以了，不要带太多的东西，可以吧？把东西全都带在身上。基本上能带走的，反正都带走了。哪有那么严重啊？那衣服啥我也没带，我带的都是一些就是重要的东西，银行卡呀、钱呀、手机呀，我都是带这些背着。你带那么大个包，你说你怎么下水？怎么去海里游泳？你就是没听我的，我跟他说你先下去玩，我在岸上看着你，对吧？一会儿你再上来，咱俩就是看着这个包呗。他不干，非得说要跟我一块下去。那一块下去这包怎么整？然后他想了个招，说那个就沙滩嘛，埋个坑，把那包埋到下边。你说度蜜月是不是要2个人下水去玩去？你一个人站在那儿看着包，一个人下水去玩。埋了吗？埋了。后来挖出来的时候包没了。也不能像他说的，就用个塑料袋把包装起来去海里边去那个游泳去那是游泳去吗？那是去自杀你还不如来2个石头了来得更快。那有多沉呢？那他也不能带着他下海啊。结果埋在上也是被人偷了。不是他这个住的不都有存包的吗？都可以。是我们去那沙滩，他那儿没有，当时没找着。那你放到宾馆里就更安全喽。我觉得带的这种重要的东西，身份证啊、结婚证啊，还是带在身上比较安全。好，反正总之这么听起来度蜜月度的也不太愉快是吧？相当不愉快，我都心里都有阴影。就是在那边都差点回不来了，就给家里人打电话。行吧，这怎么了呢？这不都过来了吗？大风大浪的。就有很多小事他都不听，他都不注意，就生活细节。你还说呢？他从来都不相信我说的话，就相信网络上一些那个小文章我家亲戚给个那个微波炉，觉得我们就2个人用微波炉热饭啥的很方便，2个人就吃饭了。
他说用微波炉不行，为什么呀？微波炉那个热饭致癌，致各种各样的癌。不是治各种各样癌，主持人，就是微波炉本身就有辐射，像一般那个家庭就是孕妇什么的都应该离那个远一点嘛。那我觉得它肯定是对身体不好。那虽然咱们不是孕妇，那也应该注意点吧。再说了，这就是搁那个锅热也可以，非得用那个吗？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因为是亲戚送的嘛，我觉得也是好意，所以我就给送回去了。送回去了，我就跟人家，我跟他讲了一下这个问题。还给人上课，告诉人家这个东西那个不好，怎么不好？你不考虑一下人家的感受呀？我这不是也为他好吗？我朋友请我们吃饭啊，他去了一看是吃小龙虾，他说倒好，然后说哎呀这东西不能吃啊，这东西都是那个下水道里那个长出来的，都是那臭水沟里那个捞出来的。有什么细菌？有什么那个那些寄生虫那些脏东西，你没看吗？小龙虾是不能吃的，它是生活的环境特别脏。那个可信吗？那个不可信。该着河里死，井里就淹不着，你就不用信那些。那我也没说啥，你们吃呗，我不吃啊。我大胆的，那样说我们还能吃了吗？不，我大胆的推测一下，你不要孩子的原因可以吗？你是不是觉得生出来孩子有可能他不健康？对呀。就是我其实挺喜欢小孩的，就是我原来是做幼师的，所以就是天天跟孩子在一起，其实是挺开心的。但是你说吃的东西、环境各方面都不好，现在有很多孩子就是生出来都是有问题的。就算是没有问题，生一个健康的，你说生一个，要是生个男孩吧，我也会操心。你说他要是学坏了呢，出去打仗呢，我是不是给赔钱？然后我要是生个姑娘呢，你说早恋了，各种问题。就这些东西都应该考虑一下，我觉得。不想挑是万一当大官呢？有几个当大官啊？你生活中有几个当官？我还想当大官呢。好，哎，你们俩现在谁不想跟谁过了？能告诉我吗？我不想跟他过了。这种事跟我。你不想跟他过了？对。为什么呀？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太累了。我一直认为他不想跟你过了，我恍惚了吗？你说说你不想跟他过的理由啊？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太累了，什么事我都给操心。不是你，然后他自己出门的话，我不放心呢。你说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给老是打电话，他老是嫌我烦。我俩老是因为这些小事，就是挺高兴的，周末出去一趟，再开车能干仗，逛超市也干仗。他从来都不承认错误。你还想跟他过呀？对呀，好不容易娶回来的。你这理由也挺怪的啊！爱他吗？爱他。你觉得他不对吗？我觉得不对，不用这样，生活里边需要点阳光。不是，那你就听他的呗。那总这样多累啊！也是啊，难怪你累得这么瘦啊。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位女士。所以你现在身上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都知道缺乏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呢现在每个人都有缺失，但是呢你呢我觉得稍微有一点过分了，当你不能缓解安全感的时候，你的内心会非常的焦虑，焦虑会直接导致强迫症，你经常有锁了门之后走了，然后回来一想，哎呦我锁没锁门，煤气关没关，插销拔没拔，有没有经常这种情况？对，这就是强迫症的一种体现。这个就是因为你生活中可焦虑的东西太多了，思想上太紧张，没有缓冲。还有一个问题你要反思，你希望它能为你改变，但是我想问你刚说开车你们也干仗，买东西也干仗，什么都干仗，对吧？哪条是他引起来的呢？我说的他不听呀。对，所以说大部分是你引起来的。因为你把你的不安定的因素强加给他，这就好像你跟，比如说我们吧，咱们一块儿出去玩，你说我要去那儿照相，我马上说别去那儿，一会儿咱们去跟那个人去交往，别，那人是个坏蛋，你就会发现安全感把你束缚的寸步难行，他就是这种感觉，对吗，先生？对，就他跟你在一块儿，永远都是一个不安的，社会上处处都有恐怖分子，事事都跟自己作对。就是他的这种生活就完全都被你的精神给摧毁了，他享受不到安宁，享受不到快乐，时时刻刻陪着你一起提防有坏人出现，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谁愿意这样生活？所以他必然要反抗。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内心中都有一些心理的亚健康状态，安全感的缺失，焦虑感，欲望很难实现，心绪不平衡，嫉妒，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你得正视自己的这种心理和心态。我就说到这儿了，谢谢。谢谢阿木老师。来，白老师。这个姑娘，你为什么会要离婚？这点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在我的咨询室里边，像你这样提出离婚的大批的在，而像她那样还坚定的不离婚的也大批的在。因为你自个儿一个人活着都很累，但是当这个人进入到你的生活，把你的规则打破了的时候，他把你的内在的焦虑完全的呼唤出来的时候，你会累上加累。所以你宁肯让自个儿一个人去忍受孤独，也不愿意让旁边有一个人老时刻把你不愿意看到的那种危险的世界呈现在你面前。所以宁肯选择我离婚吧，算了，我一个人就一个人吧。但是当你真的去处在那样的一种孤独的状态的时候，你会进入到一个恶循环，因为你会发现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等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不在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你内心的那种脆弱匮乏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呼应你和支撑你的。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姑娘？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贪图眼前的这种省事儿，图省事儿就会给自己制造更大的麻烦。你们俩要想办法去面对。怎么面对？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啊，或者找一些心理老师啊。心理问题绝对不能够等同于精神类疾病，即便是精神类疾病，也和道德和耻辱和什么这些荣耀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就像发烧感冒一样，没有任何的应该被去嘲笑和值得羞愧的地方。但我同意你们两个人现在不要孩子，因为你们的焦虑会让孩子感觉这个世界危险无处不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好人。但是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友善，充满了各种各样美丽的画面的。如果你们不能够去做到看到阳光的话，你们传递给孩子的就会是阴霾。有孩子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状态，但是一定要在你做好准备的时候，而这个准备就是你能看见阳光的那一刻。谢谢。好，谢谢白老师。来，涂老师。如果是心理上的问题，我是无法帮助你。但是我也是个强迫症患者，我曾经强迫症特别严重。我母亲由于瘫痪，长期待在家里，她每天在晚上8点钟睡觉之前，一定要让我帮助她去完成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厨房里去转一圈。干什么呢？那时候不是煤气管道，是煤气罐。哎，你看这关好了没有？这水龙头你看滴水了没有？冰箱摁几遍，关好了没有？我曾经因为母亲的影响，我强迫症也非常的严重，包括像这种上去关门这种事，抽屉锁好了没有，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东西一定要非常整齐。我也曾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强迫症患者，确实非常累，有的时候不是上去看一次门，要看几次，还得叫别人帮我看看是不是做好，以此为证明。但是在通过一件事情之后，得到了很多缓解，就是我创业失败。当我创业失败了之后，我1分钱都没有了之后，当重新慢慢再走上正轨，生活走上正轨，人站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坏到底不就是个一无所有吗？人坏到底不就是个死吗？但是只要爱在，一切都在；只要家在，一切都在。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你应该感觉到万幸，就是不是他提出来的。如果他已经受不了了，他要走，你就真可怜了。还好有他带给阳光给你，给家庭充满希望。不过有一点我是挺赞同的，不要孩子，现在不要。其实我现在感受到我母亲当初的那种情况给我带来的影响太大，但还好我遇上我老婆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这个阳光灿烂的女人，给我消减了很多这种焦虑。所以她就是你的天使，她在，她坚持，你有什么可以不坚持的？你已经很幸福，好吧？至于心理方面的问题，去找专家，就这样。
好好过吧。我希望你能开心起来。你愿意的话，你会看到满街都是笑脸。你愿意的话，你会发现任何一个事情都是两个角度。你想让它坏的时候，它真坏；你把它想好了，它是真的好。阳光一些，好吗？开心一点。好了，一起进入黄金60秒。媳妇儿，刚才各位老师也都说了，这个生活需要阳光。你要是离开我的话，你的生活会更暗淡。所以说，你一定要跟我好好过日子。我以后也尽量听你的话，我们一起克服这个，好不好？好，我听了专家们和老师说，我可能是问题在我这儿，可能是我平时我一直以为我这是正常，你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以后尽量给我点时间，我考虑考虑吧，我会尽量的吧，我也不敢说我一下子就能那么好。亮灯吧。两位请回吧。这大概就是生活。一对夫妻因为妻子的特别焦虑的情绪，给婚姻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或者说一些不稳定性。我们在现场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分享。我相信谁都是渴望阳光的吧。最后来看看他们的。来，太阳。你还不赶紧去拥抱你的太阳？太阳还悠悠的。抱一个嘛。幸福的理由。来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好，来吧，接下来我们看看太阳是怎么浪漫的。各位请见证。媳妇儿，其实我一直都深爱着你，我们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只是我们的看法不太相同。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互相扶持，互相关爱，互相照顾，然后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然后你也多多包容我，我也尽量听你的话，好吗？要保持一背诗啊，谢谢。开心一点，凡事往好的层面去想一下，多好啊！珍惜身边人，好吗？谢谢你们，请回。谢谢。谢谢。你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